女儿把77岁的老母亲推出家门，还把她赶去养老院，甚至连500块钱的赡养费都不愿出。然而很多网友都纷纷赞成女儿的做法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麻烦大家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我们来看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女儿叫王芬，母亲叫曹北一。王芬说父母早年前就已经离了婚，他们家一共4姐妹，她排行最小，大姐和3姐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照顾母亲，而母亲曹北一一直住在她家，这一住就是15年。这期间2姐也时不时上门照顾母亲，但主要还是她照顾得多。然而母亲的做法却让她彻底寒了心。原来不久前父亲突然去世，母亲和3个姐姐瞒着她办理了后事，并偷偷瓜分了父亲留下的10几万遗产。等后事处理妥当，王芬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。更过分的是，母亲曹北一还把她告上法庭，要争夺她的房子，这让刚知道父亲去世消息的王芬非常气愤。父亲的遗产她没分到就算了，母亲还想吞掉她的房子。王芬忍无可忍之下，直接把老母亲赶出家门。如今母亲曹北一再次上门，王芬直接拒绝她进入家门。王芬说就怕母亲假借拿东西的名义赖着不走，为了防止母亲耍赖，她甚至叫丈夫把母亲的东西打包好，绝情地丢到地上。看到女儿无情的做法，曹北一哭着一个劲的喊冤。他说这个房子本来就是他出资购买的，为什么不能收回呢？而且现在女儿还不让他住。他大骂王芬不孝，可王芬却说房子就是他自己的，母亲根本没出钱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时曹北一拿出一份合同，这是曹北一丈夫在世时跟女儿签下的，上面显示曹北一夫妇拿出15万元购买王芬130平的房子用于养老。虽然合同上不是曹北一的名字，可是钱是一起出的，但是王芬为什么不承认呢？让人意外的是，王芬也拿出了同样的一份合同。王芬解释说，当初跟父亲签下这份合同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假合同，这个房子就是他自己出钱购买的。可是为什么王芬会跟父亲签下假合同呢？原来早在10年前，2姐经常跟父母借钱，而且总借不还，老父亲觉得心里不是滋味，再这么下去自己辛苦大半辈子攒的积蓄迟早要见底。于是老父亲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他找到小女儿王芬签署一份购房合同，出钱购买她的房子用来养老，好让其他女儿知道自己已经没钱，但实际上只是做样子。而这件事曹北一也是知情的，可是如今他却拿着假合同想吞掉房子，这让王芬非常心寒。当初王芬本意是保护父母的财产才同意签下合同，没想到反被母亲利用，他觉得母亲实在太过分了，这也是他一定要赶走母亲的原因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，王芬还拿出了法院的判决书，这是曹北一告他时的判决结果，上面显示因曹北一无法提供出资15万的证明，所以败诉。而曹北一败诉之后，知道这方法行不通，于是就换了思路，决定要4个女儿每月给2000元的赡养费，以解决自己在养老院的开支。2000块钱平摊下来，每人500块，对4个子女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，他们也给得起。然而这个要求再次遭到王芬的强烈拒绝。按理来说，赡养父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，就算家庭有恩怨也不至于500块钱都不给，可王芬为什么不愿意给呢？对此王芬表示，这30年来她在这个家就是多余的，因为当初家里已经有3个女儿，母亲心心念念想要个男孩，但是生下王芬还是女儿，于是母亲非常不满，总是区别对待她。从小她要是犯了错，母亲就非常严格，不是打就是骂，而几个姐姐却没事。在吃穿用度上，她和几个姐姐也截然不同，母亲经常给3个姐姐买新衣服、新首饰，而她只能捡姐姐旧的衣服穿。在王芬的记忆里，就算母亲亲手做的衣服，3个姐姐都有，唯独少了她那一件。即便知道母亲偏心，可王芬依然不计前嫌，照顾了母亲15年。然而任由她做的再多，母亲的心总是偏向其他女儿，尤其是2姐。因为母亲的偏袒，2姐成了家里的主心骨，脾气也十分任性。这并不是凭空捏造。王芬说，家里她的东西母亲经常丢弃，然而2姐的东西却被母亲保存得好好的，而之前2姐借的钱母亲也从来没有去要过。所以当初母亲来抢房子，她的第一反应是母亲要把房子给2姐。母亲的种种偏心行为，王芬其实都看在眼里，只是她心软，对这些事情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是父亲去世之后，母亲居然瞒着她办后事分遗产，让她彻底寒了心。说到这里，王芬崩溃了，再也压抑不住情绪，委屈的泪水忍不住落了下来。母亲多年的偏爱已经成为她的心结。然而对于女儿的说法，老母亲极力表示反对，她拉着女儿的手顿时也嚎啕大哭了起来。她说她跟小女儿住了32年，她从来都是最亲小女儿的，只是有些细节她根本没注意到，导致小女儿以为她偏爱其他姐姐。我跟你讲，他这妈妈，身体肥胖，他难，他上个月还有点养老费。
对于母亲的行为，王芬全身都在抗拒，她觉得母亲太虚伪了，硬的不行又来软的。她早就看透了母亲为人，现在让她独自承担母亲的生活根本不可能。况且母亲已经在她家住了15年，她早就履行了赡养义务。可曹北义的赡养问题迫在眉睫，母女间能否冰释前嫌呢？虽然王芬对母亲的做法存在怨恨，但是母亲对她也有多年的养育之恩。最终，王芬首先表态，她愿意承担赡养责任，但是她希望4姐妹能够一起协商，一起承担这份责任，而不是让她一个人决定。随后，记者挨个给几人打电话，大姐和3姐都表示，她们愿意一起承担责任。只是母亲赡养的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，主要还是2姐这个主心骨没表态。只要2姐带了头，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那么2姐又是什么态度呢？当记者给2姐打电话时，2姐表示自己需要考虑考虑，并且还说她不想和其他姐妹见面。在王芬眼里，2姐是母亲最为宠溺的人，可此时此刻2姐却显得自私和冷漠，这让王芬又气愤了起来，立马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，还直言让母亲去法院告她。她对这件事已经不想再谈了，母亲曹北义的赡养问题也就此搁置。王芬的愤怒和决绝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多年积累的情感爆发。母女间的矛盾不仅仅是赡养问题，而是多年的情感忽视和偏爱。实际上，王芬心里还是非常愿意赡养母亲的，但是赡养义务并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所有子女都应该心怀感恩，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情，保证至亲的晚年安详。可是其他姐妹不愿意配合，让王芬心里感到不平衡，事情才会发展到如今局面。而身为父母，难免会遇到一碗水很难端平的情况。虽说不能照顾到每个孩子，但也应该做到不要为一个子女去损害另一个子女的利益，否则只能自己吞下苦果。那么您对此又是怎么看呢？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